你知道牛顿也被割过韭菜吗？嗨，我是雪芳，你也可以叫我小芳。前看《交易心态原理》这本书，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。相信大家都知道牛顿是谁，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三大运动定律、万有引力，全部都是他提出的。但你知道牛顿也做过投资吗？牛顿曾经在1720年投资了一间南海公司，当时这间南海公司是英国跟南美洲贸易的特许公司，是一间外界非常看好的企业。南海公司之所以这么火红，是因为它当时呢，这间公司几乎是垄断了英国跟南美洲市场，还有太平洋群岛的贸易，而且是政府许可的垄断贸易。当时大家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商机无限大而且南海公司还对外画大饼说，他们在南美洲发现了一大堆的金银财宝，未来的利润一定会非常的好，所以市场真的极度的追捧这间公司。再加上南海公司用了一个很肮脏的手段，他们把南海股票跟国债绑在一起，所有持有国债的人都可以拿国债来换南海公司的股票。对当时的人来说呢，比起去投资国债领固定的利息收入，不如去投资一直飙涨的南海股票，这个更吸引人。所以呢，南海公司就透过这样子的手段，吸引到了更多的投资人，让他们的股票飙涨得更夸张。暴涨的有多夸张呢？南海公司的股票在1719年到1720年底，它的股价整飙升了10倍，它的股价从100英镑成长到1000英镑左右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浑水摸鱼的泡沫公司跟着想要进来分一杯羹，于是呢，市场上就开始出现很多类似的烂公司，开始去发行股票，开始一起去炒高股价，导致这一颗泡沫越来越大。有趣的来了，牛顿在1720年夏天他就预测到股市即将要崩盘，所以呢，他就获利了结，他就把南海股票全部卖了，然后获利7000英镑。这7000英镑在18世纪可谓是富可敌国啊！看起来牛顿还蛮聪明的，对不对？不过在那之后啊，牛顿就眼看着这个南海公司的股票一路一直涨，于是呢，他又决定他要用高价买进南海公司的股票。结果一买就狂跌啊！南海公司表面上是一间贸易公司，背后有政府的支持，但是实际上它根本就是在帮政府背书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英国政府的地下银行，它帮他们的国债背书，然后顺便图利自己。当初对一般大众大放厥词保证的那一些获利，当然也就没有兑现啦。那大家就开始发现事情不太对劲然后这时候呢，其他的公司也慢慢的现出原形了。这时候这一颗泡泡就开始破了，这就是18世纪英国最有名的南海泡沫事件。最后牛顿是以亏损2万英镑收场。你看看，连一个可以运算天体运作的男人都没有办法算准人类的情绪。这件事情呢，就让我想到我曾经惨赔的故事。大概半年前，股市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稳定的状态。我因为一笔小小的投机赚到了一些钱。当时呢，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头脑发热，情绪处在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。投一点点就赚到超乎想象，真的是会让人失去理智。大概就跟牛顿当时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没有办法嘛，人在面对钱、面对获利的时候是很容易失去理智的。这时候我的小天使就告诉我说，不行，你要按照你原本的纪律去投资，不可以超过本金的10%，真的不能再多了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我的小恶魔就告诉我，多投一点啦，多投一点你就会赚更多钱啊。很不幸的，当时我选择了听这个小恶魔的话，所以我投了50%的资产进去。最后相信大家也都猜到了，我的本金在1周之内蒸发45%。这件事情让我开始一步步的去溯源检讨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状况？是系统问题吗？不是。是选股问题吗？不是。是时机问题吗？也不是。明明我有一套这么好的系统，让我有好的选股机制，让我可以判断好的时机，那为什么我还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甚至我开始出现很多的自我怀疑。你赔这么多，你真的有资格做一个美股 KOL 吗？你有资格做一个老师吗？你有资格在网络上分享这些东西吗？后来冷静下来之后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不可以让这个情绪无限延伸，我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问题。下一秒我就发现，我就意识到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我自己，尤其是情绪。我发现这根本不是系统问题，也不是技巧问题，更不是能力的问题，是情绪的问题。因为情绪不稳定，容易受到股价的影响，让我冲动下单，让我远离了原本的理智，远离了原本系统的框架。而一旦失去了纪律，不再遵循这一套有效的系统，那我的投资就毁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半年来，无论是在投资上还是生活上，我都很有意识的一直在去训练自己觉察，然后掌握自己的情绪。后来我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在情绪比较稳定的状态底下，遵循这套有效的系统，赚回了50%。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心的重要性，先处理心情，再处理事情。投资过程中啊，有一个好的系统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情绪稳定更重要。即便有再好的系统，再好的老师，情绪不稳定其实都没有用，因为心才是事情走向的根源，心稳人稳，钱才会稳。做投资是需要依照理性的流程系统去执行的，但是往往到了最关键的那个时刻，我们会脱离系统，而会让人脱离理智、脱离系统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情绪。其实情绪本身并没有罪，人有情绪是很正常的。在心理学里面，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作用。比如说害怕这个情绪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避免危险、远离伤害。比如说生气这个情绪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设立界限，避免自己被别人伤害或者是被别人攻击。所以所谓的处理情绪并不是要压抑它，而是认识它，并且意识到你正在这个情绪里面，然后接受它，也接受当下的自己。但是尽量避免在情绪过度激昂的时候做任何决定，不管你是很开心、很兴奋、很高兴、很难过还是很焦虑的时候，都尽量不要做任何的决定，而是要在平静的时候去做决定。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投资上，我相信这都是大多数人需要面对的课题。关于如何成为情绪稳定的大人，如何自我训练，我口袋其实有蛮多 paper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。不过我觉得最简单的还是深呼吸，这个方法真的是每天每1分钟你都可以拿出来用，都可以来训练自己。那所谓的深呼吸也不是单纯的吸气吐气而已哦，而是要把你呼吸的速度放慢，然后想象你在吸气的时候，这个气是会从鼻子进到胸腔，再进到腹部；吐气的时候，再想象这个气是从腹部到胸部，再从鼻子吐出来，然后去感受你胸腔跟腹部的起伏。而且重点是速度放得越慢越好。当然啦，其实不只有冲动下单的时候，你可以做这个深呼吸的练习，平常就可以多多练习，让自己保持在情绪稳定的状态。我非常建议发生下面这些情况的时候，你可以练习2到3次的深呼吸，让自己的心跳稳定下来，让自己的心情平稳下来。比如说想对老公发飙的时候，想把小孩累死的时候，想要呛爆主管的时候，想要骂爆下属的时候，想要抱怨同事的时候，这些情况你都可以透过深呼吸来稳定自己的情绪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，就是加入我的肖邦投资集团，想到这样也可以业配吧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资社群哦，我们肖邦投资集团大家不只有单纯会讨论投资相关的主题，我们也会分享如何活在当下，如何保持心情平静等等的身心灵的话题。因为我相信人生中除了投资以外，还有很多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比如说你的健康、你的家人、你的感情等等的。所以这个社群不会只专注在怎么买股票、怎么做投资，同时呢，我们还会跟大家聊聊生活、聊聊人生。我希望这个社群不只帮助大家在金钱上面可以有所增长，也能够帮助大家在人生上有所成长。希望以上分享的这些不只可以帮助大家挺过股市的波动，还可以陪伴各位走过人生的高低潮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影片，记得要帮我按个赞，然后留言喜欢。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